大家好，我是阿信助教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下直流电源供应器是否可以倒抽电流，还有要如何才能够同时测试多组电池的充放电。那最后呢，我们顺便来幻想一下智慧电网，也就是我上一集所讲的能源管理系统。反正想一想也不用钱啊。那我们先来讲一下直流电源供应器。一般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它可以提供能量给负载。所以它是一个输出电流的角色，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电源供应器是不是也可以倒抽电流呢？其实是可以的哦，只不过要用特别的电源，这种东西称为双向电源。当它用于供电的时候，电流是往外送；当它用于耗电的时候，电流是往内送。我们现在只讲正电压的情况哦。供电呢，在概念上大家基本上都能够理解。但是在耗电这件事情上面呢，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好理解。毕竟身为电源，理当是要电流要能够流出才是供电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电流却可以流入，所以呢，一时半刻其实真的不太容易能够接受。所以我们就直接来举个例子，譬如说像电动车的马达运转测试，你看电源供电的时候呢，马达会带动车子往前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车子在滑行的时候，就会变成是车子带动马达咯。那这个时候马达它就会变成一个发电机，于是呢，马达就会产生电流回到电源，这个时候电流就变成逆向了。那这个时候双向电源呢就可以吸收这个电流。所以如果你的测试情境是类似电动车的马达的话，就可以透过双向电源来达成这个测试。那既然双向电源它可以吸收电流的话，应该就有人会想，它里面供电的那一部分应该就是一个直流电源，那耗电的那一部分应该就会是一个电子负载。其实你是可以这样理解啦，但是它并不是这样做哦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电路，同时负责电流的进出。那至于到底是流入还是流出，那就要看外部的电压是多少。如果外部的电压小于设定的电压，那么这个电流就是流出。这个就是一般的使用情况。譬如说你设定5伏特，那外接装置如果是个 USB 硬碟，那硬碟本身它不会产生电压嘛，所以它是0伏特。5伏大于0伏，那所以这个电流就是流出的。那如果外部电压大于你设定的电压，那这个电流就会是流入。例如说你一样设定5伏特，但是你接了一个 7.4 伏特的电池在外面，那5伏呢会小于这个外部的 7.4 伏，所以电流它会是流入的。这应该不是很难理解。但是如果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好像又有一些怪怪的。既然电源里面的设定电压跟外部装置的电压不一样，一个高一个低，那它们在双方交界处的电压，也就是它那个接点的地方，它的电压到底是高的那一端呢，还是算低的那一端呢？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正常来说，接点处会 follow 电压较高的那一端。只要电源的电流容量够大，足够让负载任意挥霍，那交接处的电压基本上都可以维持住原先的电压设定。如果负载抽的电流超过了电源能力的电流，那么电源端的电压就会开始下降。最后电压就会介于两者之间。那这一部分的理解，你可以用电源的内阻来想象，电流越大，这个内阻吃掉的电压也越多。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了？那双向电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来看一下这一台就是 Texio 的再生双向电源 PBW， 目前在台湾它是由固伟电子所代理的。我目前只能够给大家看照片而已啦，因为它的输出电压最高到525伏特，它有一些机种甚至单台就可以到达1000伏特，那一台就可以 cover 400伏、800伏的电动车测试。所以呢，基本上这一台仪器呢，不太会出现在我的桌子上。有1000多伏，我在家里是能够怎么接呢？而且呢，它的输入电源是3向3线220伏。一般人的家里不会有这种电源啦。我们一般家用的电源，在台湾来讲的话，是单向3线110伏。通常会设计3向电源表示说它主要的功能是用在这个动力的负载上面。因为3向电源它就是能够提供稳定的功率输出嘛，所以它的主要应用
就会是在马达的相关测试上面，尤其是动力方面的。那其中电动车当然就是最主要的应用了。各位有没有发现我刚才念的名字是再生双向电源，英文就是 Regenerative Bidirectional Power Supply。你会发现这个名称前面多了再生 Regenerative 的字眼。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就是在测试过程中，这个电流可以回收再利用，你就不会浪费电。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就先从浪费开始讲起。刚才有说电动车在滑行的时候，马达不是会有电流回到电源端吗？那这些电流基本上都很大，也许是上百安培等级的。那么这流动一次的电流大概我说大概啦，大概就等同于把20只电热水瓶同时拿来烧开水的电流总和。那这么大的电流，当它要回到电源端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双向电源的吸收器它是一个纯电阻的架构，那这个电能就只能是变成热能散掉，所以你每测试一次就会喷掉很多电费。基本上电能变成热能，它就是有去无回。那你只要多来几次测试，我想你的房间应该会蛮热的，说不定呢还要开冷气来降一点现场的温度。到时候呢你又要喷更多的电费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是用再生双向电源的话，这些电流就不会全部变成热能咯，它就会回到电网系统里面。那这样测试过程当中呢，你就可以节省一些电力。当然这个该消耗的电力呢还是会消失啦，但是至少不会全部都变成热能浪费掉。所以呢，再生双向电源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大电流的测试中善用能源。像刚才讲的 PBW， 它就是一个再生双向电源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双向电源，而且呢它可以将流入的电流再回收，然后再放到电网上。关于这部分的应用呢，我再举一个 DC to DC 转换器的例子。这个转换器在电动车里面都会有，它的功能就是把电池的高压转成一般车用电系的低压。那这个电池本身当然就需要充放电嘛，所以这个转换器呢一定是要双向的。那你要测试它的话呢，当然就是要刻意让电流在两边流过来流过去。所以它的接法就是这个转换器的两边各接一台 PBW。因为两边的电压电流不同，当然这两边的 PBW 规格会有点不一样。那大体上来说呢，就是一台送电流的时候，那么另外一台就收电流，反之亦然。那不管电流怎么流，除了转换器与仪器自己消耗的电力之外，剩下的最后都会回流到这个电网里面去。它只不过就是把电力从左手搬到右手而已，这样子呢才会省钱。不然你应该会被电力公司当作是潘娜。所以 PBW 就很适合电动车的测试情境。目前为止各位可能有发现，电池或者是电源类的测试呢，不外乎就是把电流送进去抽出来。那以功能来说，它算是一种蛮单纯的测试啦。那基本上一组测试装置的话呢，手动操作其实都没问题啦。人家说一点草一点路，那一堆草咧，你就会找无路。是的，如果你要测试一堆装置的话，这个复杂度真的是会提升很多。你得要时不时的确认每一个装置的测试状况，这就表示呢，这件事情最好要可以用程式去自动监控。那这里就有个问题咯，你是要自己写程式，还是要给别人写呢？这个就要看你是要省钱还是要省时间。这个是典型的资源分配的问题。如果你是要省时间，那当然就是要花钱买现成的咯。来，这一台就是固伟的 IoT Wizard， 它已经把常用的电池测试项目以及各个厂牌的设备，通通都纳入它的选单里面了。像是电源供应器、电子负载、内主机等等的东西，基本上你只要选好仪器型号，还有你的测试项目名称，它就可以帮你搞定所有的测试了。因为呢，底层的指令什么 Skippy 那些东西，它都已经帮你写好了。我在上一集影片里面有讲到，固伟有一台那个充放电测试系统，有没有？它里面其实就是放了这一台 IoT Wizard， 它才有办法让你自行组合出很多的测试项目。所以只要把 IoT Wizard 配上仪器之后，它就可以马上变成一个测试站，甚至好几个测试站，因为它最多可以同时控制16台的设备，
你就可以同时监控多台的这个负载啦，或者是像电源供应器。所以 IoT Visa 就像是某种这个数据收集中心哦，你就可以透过网络随时观察每个仪器它当下的状态，哦，让前端的感测装置呢自行回报数据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个物联网的概念啦，而且它本身有 WiFi 的功能哦。那基本上呢，你就是随时随地呢都可以掌握每个仪器的状态。那加上它本身还有 AR 的功能，它可以把你眼前这台设备的数据叠加在荧幕上。如果你是利用平板电脑来巡查设备的话，它看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。这个是我之前在展览会场拍的哈，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样子，还蛮酷的啦。那刚才我们讲到无线联网哦，这个 WiFi 还算是小范围的无线联网。如果你的应用场域是属于海岸或者是林地，好，例如像离岸风机，哇，你要怎么去及时的获取它的测量状态呢？它离岸呢，那就要靠什么？就要靠4G LTE 啦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做长距离的无线传输。如果每一个能源装置都可以自行回报状况的话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？我想那就可以实现能源的互通有无，你可以看作是某种能源管理系统啦。其实它就是所谓的智慧电网。过去的电力调度大多是以一整块大区域来做调度，但是如果有充足的能源资讯的话，智慧电网就可以做更细致的电力调度。譬如说，你的电动车就可以拿来做家庭的紧急供电，哦，那风电、太阳能这些绿电呢，它就可以依照实际的发电量来适时的并入电网。其实哦，智慧电网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，但是随着时代演进跟技术的翻新，尤其是近几年无线通讯的技术突飞猛进啊，让智慧电网有机会实现在你我的眼前。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IoT Visa 就可以当作是这个大概念中一个很前端的节点，也就是数据截取的那一块。那至于后面的调度整合系统哦，可能就还有赖不同领域的人一起来贡献心力。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分享一下什么是再生双向的电源供应器，以及如何透过 IoT Visa 来获取前端装置的状态，甚至呢，可以把它当作是智慧电网的一个前端节点，因为呢，它就是一个 IoT 的概念。我想今天就先这样啦，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。别忘了要记得订阅实作派电子实验室哦，拜拜。